规划退休的收入是有秘诀的，我们要先去考量2大风险。我们人不只要活得长寿，更要活得有尊严、有品质。嗨，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再来聊聊退休金。想在5年内退休的人举手。大人，请准许我帮我的女儿换尿片。我看到了，你已经举手了。清明节扫墓的时候呢，我跟我家中的一群长辈一起去扫墓。那他们平均年龄呢，大概是落在60岁左右。那这些长辈呢，他们就一边割草，然后一边聊天。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聊说，你们什么时候要退休啊？那其中一位长辈就说，靠北哦，钱都不够，喜欢他退休。站在旁边的我就在心想，你们是真的不能退休吗？我记得你们每一个人身上至少都有一片农地啊。那我觉得这些长辈他们是能力够，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退休的，但是呢，他们对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产生那一种蛮大的恐惧，所以呢，导致他们呢迟迟不敢退休。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状况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它列出45岁以上规划退休的年龄。那你从这个表格当中可以看到，在民国97年的时候呢，男性开始规划退休的平均年龄大概是落在63岁，那女性的话呢，则是落在61.2岁。但是到了100年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规划退休的平均岁数都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大概也都是落在63岁到61岁之间。那这就显示台湾人一生当中呢，开始有规划退休的年龄，在这几年当中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也发现到了另外一个状况，那就是有规划退休的人他的比例有大幅下降的一个趋势。我们来看一下97年的时候，97年的时候呢，男性他们有规划退休的人比例大概占到了 62%，那女性的话呢，则是占到了 67%。那到了100年的时候呢，男性有规划退休的人，他们的比例就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58.7%。那女性的话呢，则是下降到了 63%。他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平均都下降了 4% 左右。这就显示出了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在45岁以上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去规划退休的哦。但我觉得这更可以说是他们完全不敢去肖想退休。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规划退休的人虽然变多了，但是我们台湾的实际退休的年龄竟然没有变动。那什么是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的意思就是指退离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所以我们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到，过去民国90年到95年的时候呢，我们男女性平均的实际退休年龄是落在了61岁。那到了95年到100年这段区间的话呢，也是落在61岁。虽然男女的比例是有改变，但是呢，他们平均起来的话呢，实际退休年龄也是落在61岁。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从民国90年到民国100年这个10年当中的话呢，台湾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并没有改变。那从上面这2个表格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呢，他是没有去规划退休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比较晚的去离开劳动力市场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是被迫退休，可能像是身体有问题，或者是呢被老板辞退哦。那这边的话呢，K 板要跟大家补充一件事情，平均数这个数值它并不能代表我们整体哦，因为平均数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盲点。那这就像是我跟郭台铭的资产，我们2个平均起来的话呢是1000亿富翁，但是呢郭台铭的话呢，他是有几千亿台币，好，那我自己的话呢也顶多只有几千万台币而已哦。也就是说呢，虽然你看到台湾的平均退休年龄没有改变，但是台湾可能已经发生了有非常多的人呢，他们可能已经很早就退休了，但是也有可能有非常多的人呢，他们是完全无法退休哦，呈现了一个非常两极的状况。那诺贝尔经济学奖夏普就表示规划退休其实是一件有秘诀而且是幸福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仔细去考量2大风险。我们人呢，想要活得长寿，然后又有尊严又有品质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夏普就表示，这2个不确定性的来源，有一个是完全无法避免，那就是长寿风险；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可以想办法去减少，那就是投资风险的部分。那究竟什么是寿命不确定性，也就是长寿风险呢？
那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钱花完了，人却还没走。我们不要觉得说呢，长命百岁就好棒棒了，因为如果你活得非常的长，但是呢，你的退休金已经被你完全给花光了，那就是非常大的悲剧。那我觉得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呢，长寿风险绝对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特别是我们的退休的后半段哦。那什么是投资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投资风险呢？就是指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未来我们的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少的年均收益或者是年均报酬。但是这个投资风险就如同夏普所讲的，它是可以减少的一个风险。那夏普在过去的新闻访谈当中，他就曾经表示，唯一一个能确保高预期回报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拥有整个投资市场的组合，借此来获得整个市场的一个报酬。那他认为这个方法呢，是减少投资不确定性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哦。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想要活得有尊严、有品质，那我们就先要搞定前面的两大风险，就是长寿风险以及投资风险的部分。那古时候的人，他们是怎么去面对长寿风险的呢？没错，那就是养小孩。你一定听过什么叫做养儿防老啊？养儿防老不是防止你变老啊，养儿防老是防止你老的时候的长寿风险啊。那这时候呢，就会有人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我可是一个宝我的小孩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的。对啦，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是把你老的时候的福气啊，丢给小孩去烦恼啊。那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一句话，那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因为孝子的精力、金钱还有耐心呢，完全都被消耗光了。所以呢，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后半生去考虑小孩的人性啊。而且如果你是完全想要靠小孩养，那你想要活得有尊严、有品质，那就真的只能靠小孩的脸色了。那 Kevin 我自己呢，是不希望我还有我的家人乃至观众前面的各位朋友，你们将你们自己的命运呢，去交给他人去掌管。我们应该要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才是对我们人生的负责。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去规划我们自己的退休金，来成为一个富爷爷或者是富奶奶呢？那我觉得解决长寿风险的最直接的方式啊，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收入，我们退休的收入，我们的退休金，它可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也跟着越来越多。这样子，当我们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我们就不用去担心长寿的风险咯。那如果你的身上有几千万乃至几亿的话呢，那我相信你的子孙啊，一定巴不得你这些爷爷奶奶呢，整天待在他家里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另外一个表格。这表格指出呢，台湾在民国81年的时候呢，平均每人每月的总花费啊，大概是落在9000元左右。那经过了30年左右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台湾国人每人每月的花费呢，已经成长了170%以上，来到了24574人，大概是每年平均增长 3.5% 哦。所以简单换算的话呢，如果你60岁的时候退休，你每个月那个时候呢，只要花3万块就好了。那如果你活到80岁的时候呢，你还要活得跟60岁时候的那种水准一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只有3万块，你应该要每个月来到6万块哦。那你到90岁的时候呢，更是要来到8万块以上。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说，哇，感觉要非常多的退休金啊，那具体要多少又感觉不太会算了，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啊？有，那当然是有的啊。那就是 Kevin 帮我自己父母亲规划退休金的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请我父母亲去算出他现在退休的话呢，他每年要花多少钱，然后呢将这个钱呢去乘上 10%。那为什么要去乘上 10% 呢？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想要提早退休，所以说呢他们会把他们的欲望给压低。那我这边的话呢，我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range， 所以我会给大家加一个 10%。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呢，让自己每年的退休金这些退休收入呢，它的成长率要大于它每年的支出成长率。那以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退休金的成长率呢，要大于 3.5%。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如果你认为你退休的时候呢，担心那种重大意外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去买一些意外险，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安心哦。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你现在算出来，如果你现在要退休，你每个月要花5万块钱。
那你就是要有5去乘上12，就是60万嘛。你年花费大概是60万，但是呢，我会希望大家去乘上一个10%会比较安全，所以呢，大概就是66万。那这之后呢，你只要将你这66万每年可以稳定不中断，而且呢，每年还可以持续成长 3.5% 以上，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呢，这样子你的长寿风险就可以去应对哦。那至于要怎样才能让自己有这样的退休收入，那你可以看我之前的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呢，有跟大家分享如何安稳的领不中断而且越来越多的退休金。那这期影片就提到500万的退休金，每年领钱，在退休30年之后呢，依然可以成长到1300万哦。那这时可能又有人会提到，那我们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不就好了吗？像现在的20年期的美国公债，它的收益率也高达了 4.8%， 那我们直接投资美国公债不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收入来源吗？那这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毛病，我们直接来看一档20年期的美国公债。那这档美国公债的话呢，它是在2024年的3月30号发行，并且呢，它将于2044年的2月15号到期还本。那这档债券呢，它的年票息率呢是 4.5%， 那平均每半年的话呢，会支付一次利息。那每年稳稳的拿到 4.5%，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香啊！只要美国政府呢没有倒债的话呢，几乎这档债券就是无风险的一个收益啊。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呢，投资风险越低对我们的未来的风险就是越高哦。的确如果你前面去投资了这档20年期的美国公债，你可以去肯定的说，你现在投资1000万，你每一年未来的每一年都可以拿到45万的一个退休金。但是呢，这个45万的退休金真的足够用吗？就算现在足够用了，但是10年后的话呢，它足够用吗？20年后的话呢，它还足够用吗？我们前面有说到，如果你退休20年后呢，你的退休金的收入至少要翻倍才够使用哦。所以我们要面对长寿风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资产，我们的退休金的收入呢，能持续的增值，而不是只求稳定哦。借由去承受一定的投资风险，然后呢，来尽力的去追求资产的增值哦。那面对长寿风险，除了投资之外呢，那你也可以拿部分的钱呢去买终身年金。但是呢，我并不推崇毕竟这个年金的话呢，它的一个增值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呢，它的管理费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便宜。那终身年金呢，它跟一般的寿险就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寿险呢，它是等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呢，才能拿到钱。那年金的话呢，它就是重视被保险人他的一个生存只要被保险人他还要持续的存活的话呢，他就可以定期的去领取一些保险金。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预防长寿风险所带来的一个危机哦。那终身年金我们每年可以拿到的钱，它可以成长 3.5% 以上吗？有人有投资过这个商品吗？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哦。那我们要如何去应对投资的不确定性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我们未来的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少的年均报酬率，但是呢，这是可以减少的风险。最聪明的方法夏普就有讲到了，那就是我们要去持有投资全市场的一个指数，借此来获得全市场的报酬。那我们就来看最著名的全市场指数吧。这个全市场指数就是 S&P 500指数，也就是俗称的标普500指数。它是投资美国的500大企业，也被我们称为是美国的大盘。那 S&P 500指数呢，它从1928年投资到2024年的话呢，我们将这些公司所有的股息都进行再投资，我们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9.7%， 非常的不错。那如果是看过去15年的话呢，从2009年到2024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更是高达了 13.4% 哦。所以如果我自己退休的话呢，或者是我要帮我父母亲去规划退休金，那我就会去投资这种老牌的美国的指数，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是更加的安心。相对于去投资像是单一的产业像是科技业，或者是像是投资台湾的0050也是一样，全部都集中在科技业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投资美国的大盘对我来讲是更加安心的一件事情。那我这边的话呢，就要讲一个掏心掏肺的话，那就是我不认为我们台湾的投资人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所有的资产都放在台湾。你想想看你的人在台湾，你的房子也在台湾，
你工作的收入也在台湾，然后你的退休的劳保健保也都在台湾，结果你自己的投资的商品也是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如果退休的时候呢，你所有重要的东西呢都放在台湾的话，那如果台湾的时事啊，它的时运啊发生了一些改变的话呢，那对你的退休收入、你的退休金是不是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还有给我父母亲的一个财务的规划的话呢，我至少会让我们的投资的商品啊完全不会去接触台湾的商品，那我会让我们去投资像是美股或者是全世界的股票哦。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我们规划退休金的时候，投资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大幅的去降低。那长寿风险的话呢，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好的应对方式，我们不会再担心这两个不确定性对我们产生的那种恐惧。最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 Q&A 的时间，你愿意将你自己的后半生完全托付给儿女吗？ A 不愿意，你想要完全的掌握自己的人生。 B 愿意，因为你相信你的子女呢，他一定会孝顺你。 C 其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好了，我是不随意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做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两张图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规划退休金就搬去了？